宁家别墅门口，曾经的宁家大小姐和二小姐，早没有了往日的嚣张，也没有了往日的高贵。此刻，她们穿着普普通通的衣服，那些昂贵的珠宝看不见了，爱马仕名牌包包也没有了呀，甚至她们身后连辆代步车也没有。姐妹俩是坐着计程车过来的，要还债，家里能变卖的都变卖了，如今她们就只能租房子住。这对姐妹俩出生的时候呢，宁家虽说还没有今天这样的家底，但也是小康之家。他们是没有吃过苦、挨过穷的人。嫁人的时候，由于家里有钱了，他们得到父母给的一笔丰厚嫁妆，嫁入同样有钱的夫家当少奶奶，从媳妇熬成婆了，竟然一朝脱妇返贫，过着他们从来没有过过的穷日子。偏偏年纪大了，又养尊处优惯了，他们找不到工作，能干的只有清洁工。清洁工1个月的收入，他们往往几天就花完了。都说由俭入奢容易，由奢入俭就难呀。那用在这对姐妹身上最适合。受不了苦日子，姐妹俩厚着脸皮跑回娘家，想求侄女高抬贵手放过他们。就他们算是明白了，宁家最狠的人就不是大哥大嫂，而是宁云初这个瞎子。宁云初有好命，以盲女的身份入的战家大门。前20几年，宁云初过的是灰姑娘生活，那在她的往后余生，却能过着少奶奶的日子。是老天爷在补偿她吧。云初，开门，我是你大姑姑呀。云初，我们知道错了，我们放弃，不会再和你争家产，你就放过我们吧。宁二姑姑也大声嚷嚷。宁家的左邻右舍早就知道这对姐妹回娘家争家产的事，要是宁家的财产还在他们父母名下，他们回来争一争倒也说得过去。但是他们的父母当年病逝前就对家产做出了安排的，并没有亏待出嫁的女儿，照样分到了父母的家产。就如今的宁家是属于宁云初亲爸的，他亲爸不知道是有预感，还是早就发现妻子的毒计，在宁云初出生后不久，竟然就立了遗嘱，言明他的所有家产都留给女儿宁云初。宁家企业原本也是由宁云初的亲爸继承的，不过亲爸早死，公司才会落到他大伯的手里。经过他大伯的用心经营，才有如今的家底。他和大伯名义上也是父女啊，继父女，他也有继承权。故而宁总夫妻俩进去后，宁云初靠着莫东浩的帮忙，轻松地接管了宁家的生意，理清了宁家的发家史和分家过程。宁大姑和二姑再回来分娘家的家产，就有点说不过去了，毕竟他们的兄弟都是有儿女的呀，还轮不到他们来分家产，就除非宁云初姐弟3人都挂掉了。屋里有人出来了，宁大姑呢当即对妹妹说道：“那个瞎子出来了。”宁云初以前在自己的家里也能行动自如，此刻他不用盲人拐杖，从屋里出来后径直向门口的走过来。那落在2位姑姑的眼里呢，他们也没有多想。程医生给宁云初治眼睛的事，那2位姑姑也知道，就他们不相信程医生能治好宁云初，都瞎了10年，也看了无数名医，都好不了。程医生是神医高徒又如何？那神医也是人，也有攻克不下的病症难题。天磊，看到跟在宁云初后面的人是宁天磊，2位姑姑就像看到了救星似的。侄子还是比侄女好说话的。以前呢，他们伙同大哥大嫂折磨虐待宁云初，知道宁云初被害也袖手旁观，盼着宁云初死掉。宁云初记仇会报复他们都是很正常的事呀。但是对于唯一的侄儿，那宁家2位姑姑却是疼爱有加的。毕竟娘家就这一个独苗苗侄儿，在没有生出争娘家家产的心思前，这对姐妹俩还是盼着娘家能越来越强大的，那样她们在婆家的地位就能稳如泰山，无人敢小瞧了去。
不用叫天磊，天磊说不了事。宁云初走过来，站在两位姑姑的面前，姑侄隔门相瞪。战义臣没有跟着出来。宁云初说他能解决，不需要用到靠山。战义臣便去厨房忙活了，为他的未婚妻准备爱心午餐啊。那两位姑姑以为宁云初还看不见，用着恶毒怨恨的眼神死死地瞪着宁云初。如果眼神能杀死人，宁云初已经被他们杀死了千百遍。你们不用这般恶狠狠地瞪着我。宁云初淡冷地道，眼神是杀不死人的，这样瞪人还挺累人的吧。他伸手穿过铝空室的大门，在宁云初的眼前晃着。大姑，我能看得见，不用晃。大姑胖了很多呀，在我的记忆中，大姑身材苗条的，现在却是又矮又胖了。宁大姑是身材不高，只有1.5米，就是姐弟之中最矮的一个。她身材横着发展，就成了个矮冬瓜。宁大姑忽略宁云初对她的讽刺，她惊骇地问云初：“你能看见了？哎，那个程医生真这么厉害？程医生帮宁云初治眼睛的，时间不算长呀。以往那么多的眼科医生都没有治好，程医生短短10日，就让宁云初重见光明了，很吃惊是吧？”宁云初笑，你们是不是觉得很失望？宁大姑还想说什么，她妹妹碰了碰她，那便由宁二姑姑开口。她讨好的道：“云初，你能重见光明，真是老天有眼呀！你那个妈心太毒了，不管怎么说，你也是她的亲生女儿呀，竟然下毒瞎你的双眼。云初，我和你大姑虽说知情，可我们也无奈啊。你也知道你妈背后有暗黑势力的，我们敢帮着你，她分分钟就能要我们全家人的命，是我们对不起你。我和你大姑都知道错了。云初，怎么说，我们也是你的亲姑姑，是你爸的亲姐姐，我们是亲戚，还很亲很亲的亲戚。你不要赶尽杀绝好不好？给我们留条活路吧，我们保证以后都不会再打宁家的主意，不会再想着回来和你争家产的。只要你放过我们，我们就离你们远远的。宁大姑不停地点头附和着，她怕了，不想再过租房过日子的生活。手里头又没什么钱了，儿女们出去找工作，又处处碰壁，没有人敢用他们，说他们是得罪了战氏集团的人，就用了他们会连累别人的公司。天磊，天磊，你帮姑姑说说好话，想想姑姑对你多好呀，你忍心看到姑姑被你大姐赶尽杀绝吗？宁天磊看到2个大姑姑如今这副模样，很是吃惊。他看看大姐，见姐姐神情严肃，没有半点心软的迹象，猜到是她不在管城时，2个姑姑对姐姐做了什么事吧。大姑、二姑，现在我们家里是大姐说了算，我不知道大姐为什么会这样对你们，但我大姐不是那种心狠手辣的人，她只是恩怨分明。姑姑，你们是不是对我大姐做了什么？宁天磊相信大姐，不是2个姑姑太过分，大姐不会这样整治姑姑的。那看姑姑的现状，应该挺惨的吧？大姑二姑对我做了什么，你们心里清楚。说我心狠手辣，这话不打脸吗？明明心狠手辣的人是你们呀，你们要的是我的命啊！人不犯我，我不犯人，人犯我，不管是谁，我都会反击回去。我对你们已经算是手下留情的了，至少你们还没有妻离子散，家破人亡。穷点有什么关系？你们有手有脚，自己挣钱去啊！金崔2家如今的下场，是战义臣的手笔，也有宁云初的手笔。那用他的话说，姑姑要他的命，他不可能不还手的呀。就他不是那种骂不还口，打不还手的人。宁云初，你就那么狠？我们好歹是你的亲姑姑，你爸要是活着，就都得敬着我们这2个当姐姐的。不要提我爸，你们没有资格提我爸。宁云初突然暴怒，冲着2个姑姑怒吼着：姐，你别气坏了身体，
宁天磊就连忙劝着姐姐，他知道叔叔的死是大姐心里的最痛，那也是最恨，而害死姐姐的亲爸的凶手是他的父母，2个大姑姑是知情人，2个姑姑是站在他爸这一边的。我爸是怎么死的？你们俩说是他的亲姐姐，你们说说他是怎么死的？我爸死后，你们又是怎么对待他唯一的孩子的？你们还有什么资格提我爸？我爸要是活着，绝对与你们一刀两断，断绝姐弟关系。宁家2位姑姑数次张嘴，想说什么的话到嘴边都说不出来。半晌，宁大姑说到云初，我们是后来才知道你爸的死，是你妈和天磊的爸下的黑手，我们也骂了他们的，然后在大哥给了他们很多好处后，他们就什么都不说了。明知道宁云初被虐待被下毒，他们也不吭一声，甚至在回娘家的时候就还跟着欺负宁云初。事情都过去那么多年了，凶手也被你送进监狱里去，你还想怎么样？你真要怨，应该怨天磊，是他爸害死你的亲爸。宁二姑接话，企图想离间姐弟俩的感情。宁天磊的脸都黑了呀，他以前还差点就听信了2位姑姑的话，跟姐姐反目成仇。幸好他的正义感战胜了邪恶，并没有如2位姑姑所愿，眼看求不到姐姐的原谅，竟然离间他和姐姐的感情。该恨谁怨谁，我心里清楚得很。你们有今天的下场，都是咎由自取，怨不得谁啊。当然你们要怨我也可以，我无所谓，我就喜欢看到你们现在落魄的样子，不该是你们的东西，你们抢也抢不走，硬要抢，就是如今这样的下场。宁云初觉得再和他们吵下去没有意思，他也看到了2个大姑姑的下场，足够。天磊，我们进去吧。宁云初拉着弟弟转身就走。宁云初，你不得好死，你会不得好死的。宁大姑冲着姐弟俩的背影大声咒骂着。宁云初走到屋门口，吩咐着管家后院养着的那2条狼狗放出去，以后他们再来吵吵闹闹的，直接放狼狗，不必跟他们客气。还有，从今天开始，我和天磊与他们断绝姑侄关系。管家呢，恭敬地应着。大小姐如今能看见了，气场是越来越大，他们也见识到大小姐的心狠了。进屋后，宁云初对弟弟说道：20几年前，我爸被害死后，他们知情不报，包庇凶手也是犯了法的。只是当年我才2岁，还什么都不懂，没有办法告他们。如今呢，20几年过去，过了追诉期，否则我岂能容忍他们？时不时跑来这里膈应我。天磊，你爸妈犯的罪，不仅仅是20几年前害死我亲爸，他们还涉黑、涉嫌绑架、伤人，数罪一起的呀。这些事我们都没有好好的说说，今天都告诉你。宁云初提到亲妈，都不愿意叫妈了，只说是弟弟的爸妈。如果仅凭20几年前的命案，无法让那对恶毒的夫妻俩受到重判，是他们作死。近年来做了不少犯法的事。宁天磊的脸色煞白，他的手都在抖。谁都不愿意有杀人犯父母啊，就他知道错的是父母，以为父母就是害死了姐姐的亲爸。原来不仅仅是那件事，他们还做了很多违法的事呢。大姐，我没有怪你，我知道你是对的。宁云初看着弟弟说道，你打小就是个善良充满正义感的人，我也知道你爸妈被我送进去，对你来说也是一种伤害，是沉重的打击。你能想清楚，没有被他们利用，大姐很高兴。天磊，大姐没有怨过你，你是无辜的。他们做下那些事的时候，你还没有出生，我们又不能自己选择父母，老天爷给你安排了那样的父母，你也反抗不了呀。所以这不是你的错，你不用自责，也不用担心大姐会报复你。宁天磊眼睛泛红，他凝视着长姐，用力的点头。大姐，我相信你
从来不担心你会报复我。宁云初叹口气，拍了拍弟弟的手背，说道：“别想那么多了，宁家的家产永远都有你的一份，不过你接不接受，大姐都会分出来，放在那里。就你想什么时候接受都可以。他们说的话，你别放在心里，也不要偏听他们的胡说八道。亲如姐弟都不能相信时，你觉得你能相信他们吗？”宁天磊再次用力的点头。他信长姐。大姐，我不会再被他们哄了去。宁云初点点头，说道：“在这个家里，你是最善良、最充满正义感的人，没有受你爸妈的影响，坚持自我，是个很有主见的人。”他妈就经常教宁天磊要亲近宁思琪，说他和宁思琪才是亲姐弟。宁天磊却不听母亲的话。他自小就喜欢长姐，就不管谁说什么，他都不会改变自己喜欢黏着长姐的习惯。大姐，你能告诉我，在我上学的那这段时间里出什么事了吗？宁天磊知道大姐心狠，但也不是说狠到没有余地的那种。对两位大姑，大姐一开始明明不打算赶尽杀绝的，只要两位姑姑不回娘家争家产，大姐都懒得搭理他们。只是金家和崔家的表哥们被大姐赶出了宁氏企业。大姐跟他说过，两家表哥在宁氏企业里作威作福的事，还收回扣等等，反正就是在他家里的公司里搜刮了不少的钱。以前他爸不管，那是他爸当舅舅的，表哥们在他爸面前也不敢嚣张，当舅舅的也包容一下外甥吧。大姐上位就不一样了，对公司没用的人，大姐可不管他们背后有什么靠山，全都炒了鱿鱼，也只是炒了鱿鱼了事，并没有追究下去。但这一次他回来，看到两位姑姑前来哭求原谅，放过他们，宁天磊就猜测那两家人肯定对大姐做了什么，大姐才会一怒之下报复回去，就让金家和崔家都破产了。那刚才看到两位姑姑的衣着打扮，素得不行，那脸上连妆都没有化。哇，这是两个姑姑不曾有过的。会这样做，可能是真的没钱了。宁云初淡淡的道：“事情都过去了，那反正大姐没事，他们成了输家便是。”姐姐说的云淡风轻，宁天磊却能猜到当时的惊险万分。大姐不愿意说，他也就不再问下去，就沉默了很久。宁云初忽然告诉弟弟，明年初农历是年前，你二姐能出来了。提到二姐，宁天磊撇撇嘴，说道：“她出来就出来吧，出来了也是将咱们家闹得天翻地覆的。大姐注意她便是，她肯定会和两位大姑姑在一起的。大姑和二姑最疼爱的娘家侄女就是宁思琪。”宁云初笑了笑，我还是个瞎子的时候都不怕她，现在我能看得见了，那更不可能怕她。她不过是被你爸妈宠坏的孩子啊，没有父母当靠山，没有钱财傍身时，宁思琪什么事都做不了，寸步难行。现在管成谁不知道宁家是他宁云初当家了，就宁思琪这个宁家二小姐，早已经被人遗忘，等她出来，也难以东山再起。对于总是想算计她，害死她的义父妹妹，宁云初不打算让她好过。以前宁思琪怎么对她的，她就怎么对宁思琪，没有加倍还给宁思琪。宁云初都觉得自己善良了。姐弟俩在聊着的时候，战逸晨在厨房里做菜，宁天磊闻到了香味，对姐姐说道：“大姐，姐夫烧菜的本事一流的吧？闻到了香味，我觉得好饿了，想吃饭。”宁云初眉眼弯弯的，她做的菜是很好吃。奶奶是个与众不同的豪门老太太，她教育孩子的方式也跟别人不一样。你姐夫家里堂兄弟加一起共9人，他说人人都会烧菜做饭，是奶奶培养出来的。他说奶奶嘴馋，故而逼着孙子们会烧菜做饭，好满足他的食欲。其实是培养他们有自理能力吧。那谁也不知道自己的家族能富贵多少年。
自理能力强，多一门技艺在身，以后也饿不死，能在这个社会生存下去。据说厨艺最好的就是六少爷，六少是大哥一母所生的亲弟弟，战六少爷最是低调。宁云初没有和那个小叔子打过交道，他和战一晨订婚的时候，听说战六少到外地去参加厨艺比赛了，就未能赶回来参加他和战一晨的订婚宴。不过过2天战少和海童的婚礼，那战六少肯定会赶回来参加婚礼的。不要说他这个隔房堂嫂了，连海童这个亲大嫂，与亲小叔子的交集都是少之又少的。也就是海玲离婚前，洋洋被周家人抢走带往乡下，战家兄弟只要在管城的都出马了。那次战六少还在管城呢，那自然在其中。但当时海童的这注意力都放在外甥的身上，对亲小叔子的关注也不多。宁天磊笑道，战奶奶在我们管城是出了名的睿智，老人家都说战家的老太爷独具慧眼，娶了战奶奶这样一位贤妻，福3代，战氏家族能如日中天，越来越兴旺发达，是有战奶奶在坐镇。他教育好儿子，又培养好孙子，连孙媳妇都亲自长眼，做这么多，无非是希望战氏家族还能再旺几代，娶妻不贤，害3代，娶个贤妻，福3代啊，老太太活得通透呢。宁天磊想着以后他也要娶个好女人为妻，努力发展他们宁家，改写宁家的家风，别像他爸还有他叔，兄弟俩都是栽在了他亲妈的手里。就他妈妈是生养了他，宁天磊也不能昧着良心说自己的母亲是个好女人，他叔娶妻不贤，丢了性命，他爸虽说没有丢命，却也身陷囫囵，这就是娶妻不贤的后果了。我去看看姐夫做什么好吃的菜，这么香。宁天磊忍不住起身走进厨房里去。战一晨听到脚步声，扭头看，见是小舅子。他温和地道，天磊，很快就可以吃饭了，你要是饿了，先吃些点心垫垫肚子。不过别吃太多，免得正餐吃不下去。姐夫，你做了什么菜？我在厅里都闻到了香味，肚里的馋虫都被勾出来了。战一晨笑笑，也没做多少菜，都是你姐爱吃的。宁天磊打趣着，你小舅子我难得回来一次，你也不烧几道我爱吃的菜，你又不挑食，你姐爱吃的你也吃，你姐不爱吃的，那你照吃，还需要特意烧其他菜吗？宁天磊感觉姐夫，再说我是个饭桶，有吃就行，我可没有说你是饭桶，你自己说的，你是不挑食吗？难道你挑食？宁天磊哑口无言。他不挑食，但也不能形容他是饭桶呀。饭桶是骂人的话呢。姐夫有空教我学做饭呗，我随时有空，就看你有没有空。你还是个大学生呢，还要上学的。战一晨提醒着小舅子，想学也要安排好时间。宁天磊，寒假回来，姐夫就教我。行，你想学做什么菜？只要你姐夫我会做的，都交给你，不藏私。冲着宁天磊甜甜的叫他姐夫。战一晨心花怒放，很乐意将自己的厨艺交给小舅子。学做菜又不是1天2天就能学精的，需要花很多时间去不停的练习、钻研、领会，才能烧出色香味俱全的美味佳肴呀。就他们兄弟几个都是打小就被奶奶培养出来的，那他都学了20几年了。宁天磊就是寒暑假才会回来，给他几年时间，怕是都学不到战一晨的精华。哇，谢谢姐夫，我姐姐是真的好福气啊。战一晨笑，那是自然的。姐夫，以后就麻烦你多照顾我姐了，她是我的女人，我照顾她，那是天经地义的事，放心吧。你姐夫我是个疼爱妻子的男人。宁天磊嘴角抽了抽，说道，你们俩呀还没有结婚呢，当初你姐说了，等他重见光明就可以办婚礼，他现在的势力在恢复中。程医生说到过年的时候，
就能恢复得很好了。那个时候办婚礼没问题，年底或者明年年初都可以，反正2个人订了婚，宁云初也跑不掉奶奶交给他的任务，他完成得很漂亮，还得到了一个美娇妻。战义臣对此非常满意啊。他比老三好多了，老三现在还在江城苦逼的追妻呢，怕是到过年都还不能订婚吧。那个姓乔的太难追了，到现在还没有恢复女人身份。他们家老三至今还被人当成同性恋，说明姓乔的还没有深深的爱上他们家老三。那乔涵若是深深的爱上了战浩宇，就会恢复女人身份，不会让人继续误会战浩宇是个同性恋的。过了年再说吧，你们家要是选好了日子，得让我过过目，别说我年纪小。我是我姐的娘家弟弟，在旧社会里父母不在，姐姐要嫁人还得当弟弟的同意才行。我以后是你们孩子的舅舅吗？娘家就大。宁天磊担心战家不把他这个勉强成年的人放在眼里，不与他商议姐姐的婚事。战义臣刚炒好一道菜，他让小舅子是吃了2筷子，吃的宁天磊两眼放光，就想端过那盘菜就地解决，被战义臣抢回了筷子。这是你姐最爱吃的菜，小孩子想那么多干嘛？认真读书啊。我和你姐订婚的时候，难道没有通知你？没经过你同意啊？你没出面吗？只要你姐在乎你，我就不会轻视你。宁天磊张张嘴却无话可说，他在战家人眼里的地位取决于他大姐对他的态度。好一会儿可以吃饭了，餐桌上就只有3个人。战义臣向来体贴未婚妻，以前宁云初看不见的时候，2个人一起吃饭都是他在照顾他呀。宁云初爱吃鱼，但鱼有刺，那他就帮未婚妻挑掉鱼刺，让他放心大胆的吃，就照顾一个人养成了习惯。战义臣给未婚妻夹菜，宁云初又给宁天磊夹菜，时不时说上2句话，尝尝你姐夫做的，很好吃，不输于5星级酒店大厨。那这一顿饭吃的宁天磊的肚皮都撑起来了，他差点就要扶墙出来，瘫坐在沙发上，他不停地摸着自己圆滚滚的肚子，收拾好桌子，又洗好了碗筷。才从厨房里出来的战二少爷看到小舅子那吃撑了的样子，走过来好笑的道，又不是没得吃了。瞧把你吃的肚子都圆滚滚的了。姐夫，我抵挡不住我姐的关爱啊，你做的菜也太好吃了，控制不住吧。宁天磊庆幸自己不是天天在家当电灯泡的，否则他会被姐夫喂养成吨位最重的电灯泡啊。坐一会儿，出去走一走，散散步，消消食。宁云初也觉得好笑，这么大个人了，自己能吃多少心里没数。姐，你都不停地给我夹菜，菜又好吃，我一时没忍住就吃撑了，可别推到我头上来。我只是每道菜夹给你试了试，是你自己不停地夹。宁天磊摸着圆圆的肚子说道，好吧，是我的错，我坐一会儿就出去走一走，饭后走一走，活到99，就与此同时的江城。用战义臣的话说，他和未婚妻恩恩爱爱的，他们家老三还在苦逼的追妻。乔涵是穿过了一次女装给战浩宇看，算是在回应战浩宇对他的追求了，但呢，还是爱得不够深。广元酒店某间雅间里，酒足饭饱后，有了醉意的战浩宇拉着乔涵的手不放，嘴里嘀嘀咕咕着什么。乔涵俊脸微窘，因为他的客户还没有离开呢。中午他有饭局，战牛皮糖死皮赖脸的要陪着他参加饭局，说什么担心他会被别人灌醉，结果一桌子的人就数他喝得最欢，只醉了他一人。乔氏的客户们早就知道乔总被战浩宇缠得脱不身的事情，今天见识到战浩宇的缠功后，他们个个都同情又暧昧地看着乔涵。
乔总，我公司里还有事，先走了，这回公司还得1个小时呢。一位老总笑着告辞，他一走，其他人也纷纷告辞而去。不留下来当电灯泡了。乔总已经被战家三少爷带歪，2个人之间这暧昧得很。哎，乔总真的可惜了，那么多年轻漂亮的女人都征服不了的乔总，居然被战家三少爷征服了。那些女孩子们都想集体撞墙自杀，就追男人，她们竟然输给了一个男人，不服呀。却又不得不服，他们连近身都近不得的乔少，是真的被战三少爷凭着不要脸，凭着那一流的禅功，渐渐屈服于战三少爷了。大家都在想，可能啊，不久的将来，他们会参加一场打破世俗、与众不同的婚礼。雅间里只有战浩宇和乔涵了。乔涵尝试着抽回自己的手，牛皮糖抓得紧，不松手，他抽不回来。战浩宇，你要装到什么时候啊？战浩宇趴在桌子上，一手是死死地抓着乔涵的手不放。喝酒，来，喝酒，再干一杯。乔涵黑脸瞪着他，片刻他缓和了脸色，不管他是真醉还是假醉，他都得送这块牛皮糖回对面的那家酒店。乔涵认命的起身，挽扶起喝醉了的战浩宇，走出雅间，打算送战浩宇回丰泽酒店。10几分钟后，乔涵挽扶着战浩宇到床边，放他躺在床上。他拉着他的手，很自然地松开了。见他倒床便睡，乔涵想他是真的醉了吧，蹲下身去帮他脱掉了鞋袜，再帮他调整好睡姿，盖上了薄被。他在床沿边上坐着看他，看着看着，他忍不住伸手捏着战浩宇的脸，说他不就是拒绝了以女友的身份陪你回去参加婚礼吗？用得着郁闷成这般？喝酒像喝水，不醉死你才怪呢。我从来没有当过伴娘，不敢给你大嫂当伴娘。乔涵是接到了海彤的邀请，想请她加入伴娘团。乔涵婉拒了，他还没有想好要不要为了战浩宇公开承认她其实是个女人，更没有给谁当个伴娘，所以他婉拒了海彤的激情。伴郎他倒是当过几次吧，江城商界大佬娶儿媳妇的时候，邀请过他给对方的儿子当伴郎。由于2家公司深度合作，乔涵没有拒绝，他只有当伴郎的经验，没有当伴娘的经验。海彤能理解他，并没有怪他。可是战浩宇这几天都闷闷不乐的样子。那天他穿了女装给他看，又和他去约会一次，他心情美丽的像盛开的花朵。忽然心情低落，乔涵猜到是因为伴娘这件事。战浩宇睡着了，没有听到乔涵说的话。今天把手里的事情做完，明天我陪着你回管城参加你大哥大嫂的婚礼。苏南和沈小军结婚的时候，乔家一家4口都过去喝喜酒，给足了苏南面子。现在呢，战印和海彤要办婚礼了，乔家一家4口自然也会过去喝喜酒。这一次比上次还提前2天去管城呢。乔董跟妻儿子女说，战印以后会是女儿的大伯哥，2家会成为亲家，亲家家里办喜事，他们得早点过去，看看能不能帮到忙。婚礼过后呢，他们也能着急回来，等海彤3朝回门后，他们再回来也不迟。反正就是要求一家4口在管城多待几天。就目的是想让乔涵了解一下未来婆家的人。浩宇，我能为你穿一次女装，虽说只给你一个人看，其实就是我爱上你的表现。我这个人不善于表达感情啊。乔涵捏他的脸改为摸，这个男人是很俊朗的。除了追求他的时候厚颜无耻，其他方面都很优秀。也怪不得他轻易就收服了他的家人。现在他的父母以及弟弟都是帮着他的，他全家人帮着他追求他呢。
乔涵从一开始的讨厌他，到现在的接受他。哦，果然是烈女怕缠郎呀。恢不恢复女人身份？你也知道我是个女人，不会影响咱们谈情说爱。你若是在乎别人看你的眼神，你也不会对我纠缠不休了。那咱们管别人说什么，我们过得开心就行了。我最多能向你许诺，若是以后我们真的结婚，我穿着婚纱嫁给你，那天我就是一个女人，完完全全的女人，不就等于告诉世人，你是个正常的男人了吗？想了想，乔涵忽地笑，别人会不会觉得我是被你逼迫着扮女人？梦中的战浩宇，还真有可能。就别人都认为他是攻，乔涵是受。上次他送给乔涵的女性礼物，被一位老总看到了，对方看他们俩的眼神真的是一言难尽呀。乔涵俯下身去，在战浩宇的脸上亲了一下，见他还是睡得沉，他便移到了他温厚的唇瓣上，偷吻了他几下。你好好休息，我先回公司，晚上你要是醒来了，咱俩在一起吃饭，要是你还在睡，我就应酬去了。说着，乔涵自床沿边上站起来，再从裤兜里掏出了几张机票，将那几张机票放在了床头柜台上。那是他让人提前帮他们买好的机票，明天早上8点20分的机，中午到达莞城，刚好回站家用午餐。战浩宇有说过坐私人飞机，乔涵却想着他是去参加婚礼的，不赶时间就坐客机吧，不坐私人飞机了。战家的私人小停机场这几天啊，怕是会停满私人飞机吧。他们乔家就不凑那个热闹了，免得这私人飞机开过去没有地方停放了。战印和海童的婚礼肯定会超越苏南和沈小军的，前来参加婚礼的都是各界名流，那些商界大佬们哪个没有私人飞机的？乔涵自己也有一架私人飞机，他只有出差赶时间的时候才会用私人飞机。乔涵走出了战浩宇的总统套房，等他走出丰泽酒店的时候，被凤若拦住了去路。那这个女人也是禅宫一流的啊，都不知道被情敌战浩宇整了多少回，还是不死心，属于爱慕乔涵的诸女中战斗力最强的一个了。战浩宇的其他女情敌看出乔涵对战浩宇的特殊后，加上战浩宇舌战中情敌，那些爱慕乔涵的千金小姐们识趣的抽身离开，不想和一个男人争男人。乔涵是很优秀，但天底下优秀的男人不止乔涵一人，他们何必吊死在乔涵这棵树上？也就是凤若不死心了，因为凤若想通过嫁入乔家大门来稳住自己在凤家的地位，也是想在江城的上流社会站稳脚，否则随着凤情一步步强大，一点点掌凤家的权，很快就无他凤若的立足之地。有着这一层考虑，凤若才学了战浩宇的招数，对乔涵死缠烂打，始终不死心，不放弃。乔涵的保镖当在乔涵的面前，不让凤若靠近乔涵2米以内，免得凤若不要脸地扑入乔涵的怀。乔少，凤若画着精致妆容的脸上挂着灿烂的笑容呢。看乔涵的眼神满是深情，这个男人啊，真的看一眼就会沦陷。